2009年10月的清晨，寒山寺像往常那样迎来了许多烧香拜佛、旅游观光的游客。苏州的天气也依然充满阳光，空气沁人心脾。70年前的一天也和现在一样。突然，游客们却发现了不同寻常的事：前方路面上竟横躺着一具尸体，他满脸是血，已断气多时。而在死者上衣口袋内有张纸条，上有血字赫然入目：刻碑谢碑者死，勿忘祖训，何遭横事。这分明是对刻碑人下的诅咒，发下这个诅咒的人究竟是谁呢？死去的人是因为纸条上所说的刻碑而遭到了报应吗？一时间，寒山寺门前这具尸体和诅咒的消息在姑苏古城传得沸沸扬扬，而与这个诅咒有关的历史也突然间浮出水面。1939年，侵华日军对寒山寺枫桥夜泊尸碑起了觊觎之心，以举办东亚建设博览会为名，拟定了一个周密的计划，想要将这块碑运到日本据为己有。国内爱国志士不顾生命危险，请苏州刻碑大师钱荣初仿刻了尸碑，决意用调包计来阻止尸碑流出国外。不料仿刻碑被汉奸劫走，安置在了南京总统府内。然而就在日本人盗碑计划即将启动前不久，他们却突然停止了所有行动，放弃了对这块碑的所有想法。据传言，这跟当时在寒山寺门前出现的那具奇怪尸体有关。死者面目模糊，但是从外貌和衣着上依稀可以分辨出他与苏州刻碑大师钱荣初非常相像。如果他因为仿刻枫桥夜泊尸碑而暴毙，那么就应验了这个很有可能给人带来厄运的诅咒。有关死者身上携带诅咒血书一事，让日军顿时陷入惶恐之中。他们立即开始查阅中国有关枫桥夜泊尸碑的历史。他们发现，据野史记载，关于尸碑诅咒的传说确实存在，而且它竟然是中国唐朝皇帝唐武宗发出的。唐武宗呢，他是处于唐后期的，或者叫晚唐的一位唐朝的皇帝。他在位的时间是公元840年到846年，在位6年。《旧唐书》他的本纪里边这么讲的，说他能雄谋勇断，朕以去之为权，拔非常之俊杰，这个应该是非常肯定的一种评价。但是他特别崇尚道术，对长生不老之术和仙丹妙药十分迷信。由于服用仙丹妙药，唐武宗的身体和精神受到极大损伤。公元846年，在唐武宗当上皇帝第6个年头，他一命呜呼，成为历史上又一位因服食仙药而死的皇帝。但据说在唐武宗猝死前的1个月，出于对张继那首《枫桥夜泊》的酷爱，他敕命京城石匠精心刻制了一块石碑，当时还说自己升天之日要将这块碑一同带走。于是在他驾崩后，这块碑被殉葬于武宗地宫，置于棺床上面，并且唐武宗临终颁布遗旨，
枫桥夜泊诗碑只有朕可乐时赏析，后人不可与朕祈福。若有乱臣贼子擅刻诗碑，必遭天谴，万劫不复。换句话说，枫桥夜泊诗碑也只可有这么一块，只要有人再刻，就会死于非命。这无疑是对这块碑下了没有实现的诅咒。数千年来，世界各地的人们都相信存在着某种力量，它藏身于最黑暗的阴影下，通过某些怪异的魔法，借由施加诅咒，会给他人或他物带来厄运，甚至死亡。而在中国，对于这些魔法、诅咒之类，有一个特别的名字——巫术。祈祷、招魂、诅咒、驱鬼、辟邪等，都是民间巫术的主要形式和内容。同样，在与中国一衣带水的日本，迷信巫术曾在他们的民间文化中占有相当的分量。在日本最早的文学小说《源氏物语》中，就曾有女子用巫术来诅咒情敌死亡的描述。而源自于日本神道教信仰中万物皆有灵的自然崇拜心理，每年立春的前一天，日本人会把常年使用后不再需要的器物必须丢到屋外，用火烧掉它，因为他们认为自然界各种动物、植物上都可以附着灵魂，皆可成为神秘的居所。正是基于这些信仰文化的熏陶，日军面对苏州碑刻大师钱荣初因复刻枫桥夜泊而惨遭报应一事，自然不会小觑。中国的君权神授、君好神佑之说对他们产生了强烈影响，于是他们不得不重新看待掠夺诗碑一事。因为在查阅中，他们发现更为蹊跷的是，除寒山寺门前奇怪死尸之外，历史上还有另外几个也因此碑而亡命的案例。经查证，在民间，第一块诗碑作者为翰林院大学士荀国公王圭。自刻碑后，王圭家中连遭变故，本人也突然暴亡。第二块诗碑的作者是明朝书画家文征明，诗碑玉成不久，身染重疾，含恨辞世。而第三块枫桥夜泊诗碑的作者即清代大学者于越，他作书后数十天便溘然长逝。这一切都让日军心生疑惑，诅咒仿佛灵验无比。在枫桥夜泊诗碑的历史记载中，书写这块碑的人都万劫不复。最后，日本人怕盗夺诗碑的行动会防主防己，犹豫再三之后，遂打消了掠碑的念头，彻底放弃了盗碑的计划。一度在苏州新报炒得沸沸扬扬的运碑之事，逐渐被淡忘。然而，有关枫桥夜泊碑的诅咒，能够给人带来厄运的黑暗力量，似乎并未消失。1939年，大汉奸梁鸿志将仿刻碑搬至南京总统府，以其为首的伪维新政府次年就遭解散。
1947年，苏州名画家吴湖帆请国民党元老张继也写刻了一块枫桥夜泊诗碑。当时现代诗人张继书写唐代诗人张继的诗，在苏州被传为佳话。但1947年12月15日，也就是张继书写了枫桥夜泊诗的第2天，他突然死亡。甚至70年代，我国现代著名作家、金石碑刻研究专家施哲存先生，在他的杂文《张继枫桥夜泊》中，也提到这些事件的巧合和神秘，写下恐寒山寺诗碑很不吉利的字句。那么在野史中给枫桥夜泊碑下诅咒的主人，为何那么喜爱这首诗，以至于做出这般超乎寻常的行为呢？唐武宗呢，当时呢实际是游离于政治斗争的边缘，开始他并没有可能做皇帝，只是在宦官这个跟朝官啊，跟皇帝之间的斗争当中，偶然的当了皇帝，是吧？所以这对他的性格是有影响的。而且他当了皇帝以后，也很担心他的皇位在失去，因此他把他自己的弟弟啊，他的侄子全都杀掉了啊。这个他的许多措施都跟这个有关系。据专家分析，从心理学角度考虑，武宗曾在年幼时对权力斗争一知半解，对未来岁月的茫然无措，这一切让他惶恐、痛苦和焦灼不堪。而接触到张继的枫桥夜泊诗时，江畔秋夜渔火点点，异乡旅客卧闻静夜钟声，让他感觉到了一个最具诗意的语言构造出的清幽寂远的意境。这种境界对于找不到出路的武宗皇帝而言，无异于是世外桃源。其实这也是诸多喜欢枫桥夜泊的人在诗中所感受到的那种与世无争的宁静。因此刻碑留念或许便是他寻求永久安宁的一种方式。公元846年，唐武宗去世，被安葬在位于陕西咸阳三原县的端陵。虽说端陵在历史上曾被盗过，但是通过已有的文字史料中都无法考证出有关端陵内是否有所谓的刻碑陪葬。那么对于这个从民间传说中听闻的诅咒，带有太多扑朔迷离的色彩，若想真实确认它的可信度，并非易事。但是无风不起浪，从唐武宗至今1000多年以来，凡是和枫桥夜泊诗碑有关的王圭、文征明、于越等人，都曾遭遇了桩桩怪事。他们是否如实应验了诅咒，而必遭天谴，万劫不复呢？第一块那个枫桥夜泊碑呢，是北宋时期的宰相王圭写的。这王圭呢，他当时呢是重臣，我估计当时寒山寺的主持人请他写呢，也是借他的名望，借他的影响啊，为这个寒山寺呢提高声誉。书完此碑后，王圭再次出朝为官。北宋时期，朝廷上的党争非常剧烈，作为首辅的王圭会面对许多矛盾和派别斗争。公元1081年10月，有人想趁机陷害王圭父子，但阴谋没有得逞。4年后，王圭离世，史书上说他死在任上，活到了67岁，这在古代已经是比较长寿的了。他
他死后，宋哲宗封他为齐国公。经过多年的风雨和战乱，王圭写的《枫桥夜泊诗碑》已不知去向了。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是后人经过古代文献整理而制成的集字碑。而在公元1520年左右，寒山寺的住持便请当时中国书坛最有名气的大家写刻了第2块石碑。寒山寺的枫桥夜泊诗第2块石碑呢，是明代的书法大家文征明所书。那么所书的时间呢，应该是文征明40岁到50岁这个阶段。那我本人呢，比较偏重于可能是更晚一些，大概是45岁到50岁之间。判断的理由呢，是根据2件作品的这个签名和书法风格。我们现在能看到它有一个叫《金陵杂诗》的一个墨迹，《金陵杂诗》的墨迹也是一个行书长卷。那么这个2个风格非常相似，特别是签款的起笔、落笔和字的结构呢，同出一手。那么和50岁以后的文征明的作品相比呢，应该说有很大的区别，所以我觉得框定在这个时间内是比较科学的。1523年，文征明就以应供赴京，即受翰林院代诏留京。与文征明同为吴门4家的唐伯虎，在那一年逝世，终年54岁。而与之同年出生的文征明活到了近90岁。他最后呢，是在苏州的一个小船上，为一个朋友在写墓志。当时他已经89岁了。他写完这个墓志以后呢，就要搁笔而逝，把笔放在这个桌上呢，愕然长逝。死的时候呢，非常的安详和自然。可见文征明在刻碑之后活了近40年，所以文征明并没有因为书写《枫桥夜泊诗》而亡于诅咒。400年之后，寒山寺被重修，清朝书法大师于越写了第3块《枫桥夜泊诗碑》。清末光绪32年，也就是1906年，于越已86岁高龄，但他仍与重孙于平伯在一起，神采飞扬地写下了此诗。该帖以其饱满的情怀、稳重的章法、浑圆的笔意、挥洒淋漓、一气呵成，一点也看不出来老人当时已患重疾。于越当时的这个身体已经不是很好了，但是因为他知道寒山寺碑的这个重要性，古人啊以楼为科名为一生的最大荣誉，所以说他这个碑呢，从我这个鉴定角度上来说呢，他应该是多次书写，选择了一个他认为自己最满意的。临终前，于越还做了留别诗10首，又作自喜诗和自恨诗，代赋辞行，颇为潇洒豪迈，在凄凄别情中掩藏着大气和高亢。由此可见，于越并不是因为刻碑之咒而离世，他的寿终是自然死亡。1947年，现代诗人张继属枫桥夜泊后的第2天就突发死亡。根据碑记上所留下的模糊随笔，依稀可以辨出“近日劳瘁过甚”等字样。由此，专家推测他很有可能是因疲劳过度而死亡的。由此看来，有关枫桥夜泊诗碑有诅咒的传说只是个别案例，属于一种难得的历史巧合。
但正是这种巧合，在寒山寺门前出现刻碑人暴毙的事，吓退了日本人，为寒山寺保全了这块碑。然而，这并不是最终的真相。1981年，在南京总统府一次较大规模的整修中，枫桥夜泊诗碑由西花园迁至长廊。这碑虽然是仿制，却精雕细刻，笔法细腻，以至于一度在苏州碑刻界引发了炙热的真假争论。上海新民晚报上曾有多篇文章讨论两碑孰真孰假，有碑刻研究者甚至写文章说，如果南京总统府的碑是真的，请归还于寒山寺。然而，在这次迁徙中，大家发现了原本刻于碑座底部，让人很难注意到的字样。他们为这块碑的真假问题提供了重要的线索。大阪朝日新闻社主吹大东亚博览会，苏州寒山寺石碑于大阪朝日新闻社，昭和14年3月31日等字样，可见总统府的这块石碑是块复制碑。随后仍有工作人员大肆讨论它是否就是当年钱荣初仿刻的石碑。一个人的行为却告知了我们最终的答案。我跟父亲呢到南京总统府去看一看，看了一看呢，我是这里呢怎么会有那个一块板？他说呢，这个碑，我说这个碑还是你的呢，还是你刻的呢，还是谁刻的？他说这个不知道，这个不是我刻。我说为什么呢？他说你不懂，这个是北岳石，一个我们苏州地区苏州刻的呢都是青石，所以说不是我刻的。寒山寺门前出现的奇怪的尸体，不是曾经被验证很有可能是碑刻大师钱荣初吗？他怎么会死而复生呢？解放后，钱荣初从外地回到苏州，专程到寒山寺去找净如法师，但是净如法师已经病故。据江苏当地的报纸上记载，当年暴毙在寒山寺外的死者并非钱荣初，而是长相与钱荣初非常酷似的一位爱国志士。在得知净如法师和钱荣初大师的调包计划失败后，这位爱国志士便舍生取义，有意将巫术夸大，通过某种心理暗示，用皇家诅咒引诱日本人研究有关枫桥夜泊诗碑的历史记载，以吓退日本人夺碑的阴谋。至此，枫桥夜泊石碑的诅咒之谜被彻底解开。由于当时苏州处在沦陷区，许多消息事件都会通过伪政府被加以封锁或者篡改，所以至今对这个血案已无非常确切的文献记录可考。由于岁月的流逝，有关日本人盗夺诗碑事件中的见证人已很难找到。除了当时军事的变化、兵力的调遣等客观因素外，当年他们为何几日之间突然取消盗碑计划的真正原因，也逐渐变得模糊起来。而在后人的想象中，
爱国志士、好心人妙计吓退日寇，永保诗碑不流出国外一事，却被添加了诸多神秘色彩。有关千年诅咒，有关舍生取义，成为了一个扑朔迷离的传奇。而那块立于南京总统府的汉白玉石碑，据专家们推测，应该是日本人放弃夺碑计划后，伪维新政府为了博得日本主子的欢心，在成立1周年之际，按原碑大小字样重新制作的一块。但是那块由钱荣初所仿刻的，曾经用来防止日本人掠夺而刻成与寒山寺一模一样的石碑，被搬入南京总统府后却不见踪影。如今这块碑究竟身在何处？是否在国外，还是在国内某个隐秘的地方，成为一个未解之谜，也成为钱荣初老人离世前最大的遗憾。2008年，一块被命名为中华第一大诗碑的石碑，镌刻着张继的名诗《枫桥夜泊》，在苏州寒山寺碑林广场高高竖起。枫桥夜泊成为了寒山寺文化的代言，传播着寒山寺的远古禅风。1200年前，那个在江边失意的才子张继，一定想不到未来的某一天，他会有这番际遇。他的铜制塑像被安放在当年那个泊船的地方，他坐卧在船头，举手闭目。岸边的人都来到他的跟前，就是为了摸一摸他那金色的手指，据说可以沾大诗人的才气。月落乌啼总是千年的风霜，涛声依旧不见当初的夜晚。寒山寺与张继共同构筑了一个超越时代、超越国界、超越宗教的空灵境界，平添了诗外寺中的风情，吸引着古往今来的寻梦者千古探幽。